旧路，愁还困我土。当年小小的你，向我伸手哭，听你抹去泪，将前路担负，愿一半生还你平安度。此生足矣，此生足矣，是热忱中的欢唱。只愿来世仍为师徒，用力相互，再携手走完未尽的路。谁言两人灵犀，风替他们寄去勇敢的意义。师傅，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说他没有杀你？看见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你是说他带你来的？那看来他就是让你看着我，让我不要贸然行事。七，你的名字？那我以后叫你阿七。明天的考题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他让你带给我的。选夫论。在世人眼中，女子成人之后，终身大事便是选夫。我已教授诸位许多关于女子的遵循之法与处世之道，就请你们依据以往所学，就选夫这一命题做出论述。考试时间1个时辰为限，除非交卷，不得离开考场。开始答题吧。1个时辰内，所有人都会待在此处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。这么多字，抽完就该交卷了，我哪还有时间谈这儿？他在干嘛？交白卷吗？这也太不靠谱了！慢着，怎么了，先生？我不是才说了吗？考试时间内不得离开考场。先生，我已经答完了。你确定这就交卷？我已经答完了，不能交卷吗？
你可知不认真对待考试之人，会有什么下场？我认真对待了。针对此题，我想写的、能写的，都已在纸上。若我没有漏听漏看，先生应是没有规定字数吧？你可想好了，离开这个考场，如若后悔，可就来不及了。谢谢先生提醒。这个是真指望不上。我都已经出来了，我就断然不会再回去的。你若是再发出声响，那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呢。哎，我有数。走。昨夜一靠近这里，便被阻拦。这里面一定有猫腻。看来下面另有乾坤，我下去看看，你帮我望风。哎，没事。看来他真的很迷恋为人师表。师父，我不喜欢你骗我，你能不能让我安心一点？师父，事已至此，要么你就带着我，让我在你眼皮底下行动；要么你就事事逼着我，让我自行试错。反正大不了就是一死。你敢威胁我？师父。师父，这是……毒腺已经侵入后脑，再也醒不过来了。解药，我娘的解药！我已经查过了，解药不在这里。你看这儿，这些难道是？没错，考出不同的名次，吃不同的药。怪不得有的人没有意识，但有的人已经像木偶一样，他们拿人当试验品。这层血子
全部变成了他们的药人。正因如此，灵牙塔才能靠着这些药控制那些所谓的权贵。此药可致人出现幻觉，身处极乐之境，愈陷愈死。一旦尝试，便会迷上那种感觉。给魁首吃这个，算什么奖励？这些药虽让人上瘾，但好歹还有些神智。其他药更甚。若全都是傀儡木偶，他怕是过不了教授育人的瘾，所以他让考得好的学生留有神智，至于那些差生，就沦为玩物，任他摆布。我明白了，秦玉人就是靠铃声操纵那些傀儡的。或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。暂且先不提秦玉人的事，你这个时候不应该在考试吗？我考完了呀。这才多会儿功夫呀！我给你的那些文章，就算是熟练的代笔先生，也得抄很久。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出来？我就写了一句话。一句话？那秦玉人向来看重学堂秩序，你这般行为轻佻，轻视他的威仪，简直就是把他的脸踏进泥里。师傅，你放心吧，我可是有在好好答题的。他让我们就选夫一题做出论述，我最想说的话就是那句：宁可抱香枝上老，不随黄叶舞秋风。世人皆云，选夫为女子一生中最大之事，嫁作人妇为女子一生中唯一可行之道。我却不觉，我偏要另行其事，离经叛道。选夫，我偏不。他还挺有趣。如果不是在灵牙塔相遇，说不定你们会惺惺相惜，秉烛夜谈。那个秦玉人如此孤傲冷血，我才不愿跟他多说一句。其实秦玉人并非大奸大恶之人，只因为情所累，后来横遭变故，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师父，这么说，你知道他的身世？哎，这次考得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姐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正四处寻你呢。怎么办呀？刀姐姐好像真的决定跟那两姐妹组队了。那我们……没事的，放心。放榜。我又是第2，我又是第3。姐姐，你是第1名，榜首竟然是你！你好厉害呀，姐姐！光他厉害有什么用啊？架不住还有一个拖后腿的。我考了倒数第1。不是你的问题。若是先生喜欢我的答卷，定是不想要常规解法。可是本来我们总能拿第1的。就是因为我的分数那么低，才拖了大家的后腿。你看，刀娘考得不是挺好吗？那是，我们刀娘考得可真好，我们3个定会是此次魁首。刀姐姐，你真的不要我们了吗？你们2个，你笨的要死，他那提前交卷，那能怪我吗？想必诸位学子都有知晓自己的成绩。下面我将公布分组后的最终排名。此次共有20名考生参与考试，无法进分3人，所以会有2名学子被剩下了，总分上会有些吃亏。但好在他俩成绩够高，不至于排到末尾。白小慧、白小英，那2位被剩下的是你们。别这么看着我啊！最烦你们这种自以为是的。我们3个是一起上来的，自然是一组了。你怎么会有明天考试的题目？这个你不用管，放心考就行了。你想让我帮你干什么？别无所求，我们不是一起上来的吗？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那你怎么不把这个考题给江蛮呢？江蛮他底子差，
如果忽然考得很好，一定会引起秦玉人的怀疑。我知道，你对这里的人处处提防。不过只要你还把我当作同伴，我就一定休戚与共，推诚相待。你怎么能出尔反尔，言而无信呢？真是不知羞耻，犹如斯文！哎，我可什么都没答应过你们啊！我说过了，让你们离我远点，是你们自己一直一厢情愿的。好了，分组已定，多说无益。下面我将公布此次考试的魁首，让我们祝贺这3位。且慢，先生，我方才猛然想起，我好像有一处错漏。什么错漏？我的考卷没写名字，所以此次成绩不能作数。南芝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是啊，姐姐。你这是将我这幽灵书院的考试视作儿戏。先生，正是因为本学子重视考试，所以才会主动承认。不过这书院本就不是真的书院，先生也不是真的先生，或许这种错漏也无伤大雅吧。很好，为了奖励你的诚实，我就如你所愿。来人，此人态度不端，成绩作废。你们干什么？把他们仨给我带下去！你们干嘛？求求你，别杀我！南言之，如此心软，还想报仇？师父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这就去把他杀了。言之，不必了。你本性太过善良，不适合去灵牙塔。可是师父，我娘中了灵牙塔的毒，我必须拿到解药。困兽犹斗，彼此对望，在废墟之中拼凑人心，无声泪水淹没希望，求救声在喉咙里生锈，仇恨肆虐吞噬着大地，野心化作锋利的刀，卸下恐惧炼成权杖，蓦然起举，穷途末